嗨，这里是 D-Min Studio，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个 Suzuki 的 Sirius 64哦 ，Suzuki 的中阶款半音阶。外面有一个，你买的时候外面会有一个纸盒包装哦，这个不是很重要，丢掉。然后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琴盒，琴盒里面装的是口琴。打开之后，你会先看到一张纸哦，上面是日文，看不懂，放旁边。然后会有一张白纸，里面告诉你你买的是口琴，不是直笛，好，放旁边。会一块插口琴的布，然后最后是口琴的本身，哦，就是它的塑胶袋，然后包着口琴，然后里面有一张应该是防氧化的纸。好，等一下我们就把这把口琴实际拆开来，然后吹奏给大家听，感受一下。这一把大概17000块台币的半音阶口琴，实际上吹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一款 Sirius 在我开始转用 Suzuki 系列的琴的时候，前后我好像买过2把，一把已经卖学生了，然后另外一把现在在学生手上，就给学生当做练习的口琴。好，总共前后买了2把，那现在就开一把新的来吹给大家看。好，很久没有握持这把口琴的手感，初体验按键按起来还蛮顺的。这个跟我之前的印象不太一样，我之前一直觉得 Sirius 的系列的口琴按键不够好，对，那我现在觉得好像还不错，感觉按起来蛮顺的。这是原装的 Fabulous， 这按键我打磨过，所以好像还 OK。然后这个是改过的，这把就有点慢。然后现在这把新的拆开来，觉得好像速度还不错。好，我们实际来试吹一下，看这把口琴怎么样。跟我之前吹的感受差不多，就是觉得 Sirius 系列的琴就是簧片比较长，所以它的声音属于比较厚重一些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以平均度来讲，其实蛮好吹的，就是音阶的平均度来讲，在每个位置你需要用的嘴型其实是差不多的。还不错，这把新口琴吹起来的感觉有比我之前的印象好。怎么说？它的间距好像蛮 OK 的，第一印象不会有觉得容易闭簧的感觉。低音有点小，我觉得这把琴比我想象中的好一点，比我印象中的Sirius 好吹一点。不过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琴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有正常的消耗。对，那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按键很顺，然后这把琴的气密性也不错。因为我有吹过几把 Sirius， 我觉得也是偶尔会吹到一些气密性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Sirius。吹8度的时候，嘴型也蛮习惯的，因为我用这个 Sirius 的系列，从2011年一直用到2018年。都还有在使用，2019年都还有在使用，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手感还有吹奏的习惯跟方法
都还蛮适应的。还不错，然后觉得间距好像可以再调大一点哦，就是符合我个人的吹奏习惯。我现在手上这把 Fabulous 是我第一把那时候买的琴，然后这把口琴我有花了一些时间调整，所以我现在目前如果你拿2把琴来做比较的话，其实就是盖板，然后吹嘴有换成 Fabulous 的吹嘴，然后基本上琴声是一样的，所以我吹了我自己调整过后的琴，有觉得比较顺一点。新买的口琴，声音听起来比较憋一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松松的音色。对，那其实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它才会改变的。就是你实际下去吹之后，音色会慢慢的修正，会慢慢改变。然后这一把是原装的 Fabulous。老实说，我现在已经不太习惯，就是吹这么重的口琴，就是我在吹的时候会有手感上的影响。好，我们等一下来把这个刚刚拆封的 Sirius 来做一些调整，好，然后感受一下它调整后是不是有办法到一个比较容易吹的状态。我可能会做一些间距调整，然后再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整理的地方。好，我们开箱的第一 part 未调整前先到这里。不，好，我们接下来拆刚刚开箱的这一把 Sirius， 来拆解它一下，然后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调整的。拿到一把新口琴，最重要就是调整到一个自己吹起来觉得舒适的样子，很重要，不要不见，因为如果你不见的话，可能会造成你长期在握持口琴的时候，会让它有点凹下去的感觉。而且我觉得 Suzuki 的做工蛮好的，这个上胶片的这个胶啊，它其实大小都控制的蛮均匀的。Suzuki 的琴呢，它的簧板的螺丝比较少，它总共有10个，1、2、3、4、5、6、7、8、9、10，总共有10个，所以这个在拆卸上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蛮容易拆的。你可以去外面买这种螺丝起子，或者是有那种整合的，然后就是一般的五金行或者是超市会卖的那种整合的螺丝起子，大概这种大小就可以拆了。半音阶口琴在拆簧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拆开来之后，弹簧有可能会弹出来，这个要特别注意。所以通常我在拆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小心右半部的地方，右半部有弹簧要特别小心。你不要一边拆一边按键，这样你的弹簧就会飞出去。簧板拆下来，一般半音阶的设计就是它会把弹簧放在这个地方，放在你按键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在拆卸的时候要特别记得，你不要一边拆一边按，这样弹簧就会飞出去。所以我通常把它拆下来之后，我会先确定一下弹簧是不是在原本的位置上。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试一下弹簧的手感，你就是手要按着，按着不要让弹簧飞出去，然后再试一下。好，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手感好像可以不用调整，对我来说，我蛮喜欢这样的手感。我等一下主要会调整这把琴的间距，因为我觉得这个间距对我来讲偏小。Sirius 系列它的塑胶琴身里面，它加了这个铜块，它加了铜块。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铜块会让声音变得比较沉一点。那我有些琴，如果你买的是 SCX 系列，它的琴身里面是没有这个铜块的。
没有金属块，所以它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塑胶感重一些。那这里面有铜块，我觉得听起来声音会比较沉，比较稳重一点。那它背面就铜块放的更多，这是弹簧面上排，那这是下排，下排的铜块比较多，因为这边不用装弹簧。好，等一下我们先把弹簧拆下来，以免它等一下会飞掉。我们来调整一下簧片的间距。通常我在调整间距的时候的首要考量都是在我是不是可以顺畅的使用一些技巧，例如在演奏的时候，我比较会使用的舌头断音，一些快速的断音，或者是在做重音的时候，8度重音或者是单音重音会用到的喉咙的这个技巧，就是在大力度的时候，簧片能不能顺畅的震动。我通常在调间距的时候，我首要考量都是这样。那一般原厂琴出来的时候，比较多会把间距设定的比较小，因为这样会让演奏人员会觉得这个琴比较好吹。但实际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吹这么小的音量，就算即使透过音响，那如果像音乐比赛啊这种没有音响的场合，那就更不用说，就是你一定要把音量吹出来。所以通常如果原厂琴直接吹的话，可能会有音量偏小的问题，或者是说如果他在演奏时候闭簧，那就比较尴尬一点，因为有时候这种事情你在台上你没办法非常精准控制在你练习的样子，所以如果你在台上闭簧，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乐句的顺畅度，或者是一些你队友可能会忽然觉得你声音不见，就会影响到拍子。所以通常在比赛，如果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的选手，那我通常都会帮他们的琴做一些调整，至少不要说在台上发生一些关键性的失误。那如果是像大合奏这种很多人的比赛，我就比较不会花时间去调整。那像4重奏我就会去调整，让学生的琴比较稳定一点。在教学上，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吹口琴比较大声的学生。那大声学生你就更需要去做这个间距的调整，让他们可以比较顺畅的吹。这几年在教学上，吹口琴比较大的学生，如果你没有帮他做间距调整的话，他就会觉得他的口琴一直闭簧，那他就不敢吹大声，就会变成这个学生他明明是有潜力可以吹好的，但是因为他的口琴不够好，所以他就会自己去限制住他的能力。他本来是一个可用的人，但后来变成他不敢吹，他一吹大声，他的口琴就塞住，他就会用一种很小声的方法去吹。所以这几年我在教学上遇到这种体质比较好的学生，我通常都会在帮他做口琴上的调整，让他的可以更顺畅的吹奏，就也是减少他在舞台上发生失误的机会。好，我们在初期先做一些簧片间距的调整就好了。那细调等到装起来之后再做。内侧的簧板间距调整，好，先这样。一般的塑胶琴身在高音的地方都会有这个凹槽，那这个高音风道会有凹槽，会让吹奏上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直接。那如果你有看过金属琴身，就不会有这个凹槽，这是制作上好像是一些技术的限制。那这时候我通常会在这个琴里面填上一些 plug in， 就是插件，让它不要有那个凹槽的存在。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装这个 plug in。这个 plug in 你在淘宝上或者是你在虾皮上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就把这个 plug in 切开，然后把它装到高音风道里面，会让 Sirius 的这个系列或者是 XCX 的系列好吹很多。这个 plug in 买回来的时候，它是4个连在一起的，然后你就拿美工刀把中间切开。在装之前，我建议你先排好顺序，避免你到时候装错，然后你要把它挖起来，这个 plug in 可能就会有问题，它可能会被你挖坏。所以我会建议你先把顺序排整齐之后，再把它装上去。然后安装 plug in 的时候，它是一个对一个的，
所以你顺序排整齐之后，要装上去前，你记得要先上胶。它装上去之后，它虽然理论上是应该要服帖，但是实际上是有时候会翘起来。所以我通常在上 plugin 之前，我都会在里面涂一点这种台湾买到的这种保丽龙胶，或者是这种，这个是我目前最常用的2种胶。那我觉得它不是速干型的，但是我觉得它干了之后粘得蛮稳，而且因为它不是速干的，所以粘的过程中如果有发生一些问题，你可以是时候的去调整它，比较不会说你胶上了然后歪掉就没救了，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然后通常胶我会上在中间这里，中间这个凹槽，上胶之后就把这个粘上去，不用上很多，因为它是一个帮忙固定的功用，它原本其实就已经做得蛮扎实的。那你只需要把它上胶，然后让它稳定固定住就好了，让它不要掀起来。单面装好就像这个样子。好，我们接下来装下半部的地方，一样在装的时候顺序要先排好。plugin 装上去之后，因为我们刚刚有上一点那个胶水，它有一个胶水的味道。那我会建议你等到它风干了之后再吹，不然你会一直吸到这个胶水的味道。有些人可能会头晕，不是很舒服。好，然后检查一下刚刚装的地方有没有凸出来，或是有没有一些问题，稍微看一下。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整把琴装回去，弹簧，装簧座板。因为弹簧会动，所以如果你现在装吹嘴的话，弹簧有可能就会飞出去。所以我个人会，假设我先装了弹簧，我就会先装簧座板。那如果我先装吹嘴之后上弹簧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我先装吹嘴，Suzuki 它原厂来的时候，其实上面已经有薄薄的一层油，滑顺度上还不错，薄薄的一层油。那如果你个人想要再多买的话，你可以买这个键油，Suzuki 的原厂键油很好用。那我现在就把吹嘴装回去。吹嘴装回去的时候，你的手记得要压着吹嘴，然后确定是 OK 的，你再把它锁紧。吹嘴装上去之后，我们就上弹簧，弹簧会对到里面吹嘴按键里面的一个洞，所以我们就对好洞之后，把它压进去。压的时候要小心，它有可能会让你指甲爆掉。然后手按着，确定一下按键是 OK 的，然后再把簧板装回去。个人习惯会先把10颗螺丝先上好，然后再转。那在装的时候，从中间往左右两边装，会比较容易把口琴装好。它们的精准度也蛮高的，不太会有什么公差的问题。我个人习惯是从中间，然后再往左右两边锁，这样就大功告成。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装好的地方，之后上这个撑片，然后再上盖板。好，刚刚我们的外侧还没有调整过，外侧的簧片间距还没有调整过，所以我们现在来调一下外侧的间距。Suzuki 的琴系列的簧片跟德国 Hohner 的簧片有点不一样，所以间距的大小也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纯粹就是经验上，如果你口琴调很多的话，你就会感觉得到，它大概要用多少的间距。不过因为每把琴它也会有一点气密度上的差别，所以实际上你调整过后，还是要装起来吹才是比较重要。装起来吹之后，我们再来做细部的调整。调整完之后，我们把它装回去。在装靠近按键这一侧的螺丝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尽量把公的螺丝装在上面。因为这边有一个弹簧，如果你把螺母装在这里的话，它有可能会跟弹簧打到，那它在按键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手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会建议你把细的装在上面，然后螺母装底下，这个是你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的。好，这样就调整完毕。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真正的试吹一下，感受一下这把琴，看看它有什么优势，跟有没有什么缺点。好，经过了一个早上的调整，然后
也稍微适应了一下这把琴。因为很久没有吹了，现在就来实际吹一下片段给大家听。那目前用的是这个Apogee 的，就是 MyPlux 96K， 那直接进电脑。那我们就来实际的吹奏一些小片段，来感受一下。跟我之前的感受是很像的就是它的簧片反应的速度比较没有像 Hohner 的琴这么快。对，那不过它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它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厚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重奏音乐里面，我想要有一个比较饱满的和声跟比较好的衬底，那我一定会优先选用这个 Suzuki 的 Sirius 或是Fabulous 系列的口琴，因为它簧片比较长，那它在做一些衬底的时候，它的声音的延展性其实很好。如果你有在看我频道里面的这些重奏影片的话，大部分的曲子2部或者是3部，就是比较衬底型的角色，我就会选用 Suzuki 的 Sirius 或者是 Fabulous 的这个系列。那这把琴，我之前买过2支，后来都把它卖掉，也有一支是就是借给学生。那主要是因为这把琴的属性跟Suzuki 的 Fabulous 琴系列是很接近的，都是属于这种声音比较厚实型的。如果它的声音的基本的色调是比较像的话，那其实就没有必要留太多支相似的在身边。Suzuki 的这个琴款，其实如果从以前到现在，我总共前后总共买了4把。2把 Fabulous 的跟2把 Sirius， 总共有4把。那后来我就把两把的 Sirius 就是把它先处理掉。这款琴基本上你拿到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调整的地方。对，因为簧片的灵敏度也并不是你很快速就可以调整完的，而且也不是一般的琴友们可以自己调整的。按键的灵敏度有比我印象中的好。那其实也有比我印象中我第一次买 Fabulous 的这个按键还顺，对，就是整体而言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声音的扎实度也有，就是一贯的，就是 Suzuki 的这个声音的特色。高音部分我在早上有安装了 plug in， 就是高音的插件，让它的那个缝隙填满之后也好吹很多。然后这个口琴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的凹槽。它的中间盖板顶，所以这里有一个凹槽，就是它在握持的时候的手感是很 OK 的。好，我这里有一把 Suzuki 的半音阶系列 SCX 的，它的盖板中间就没有凹槽，所以相对你在握持的时候，如果你的手会有一些手汗啊什么的，它就会有点滑动，会有点滑动的感觉。Sirius 跟 Fabulous 系列它都有做这个凹槽，就是你的手指可以很顺利的就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塑料的琴身很好照顾，设计也有助于就是一般琴友在拆卸簧板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没有装好就会漏气的问题。那其实这个如果你是拿 Fabulous 的人，有实际自己下去维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Fabulous 其实在拆装的时候并不是很好装，就是你在前排让簧座板靠近你吹嘴的地方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没有装好，然后气密度就会不好。在设计上 Sirius 会好很多。这把琴的螺丝啊，然后其他的一些零件其实也都很好买。就是如果你今天螺丝不见了，其实你到各大的口琴维修厂，或者是各大的卖口琴的乐器行，应该你都可以找得到零件。因为它的螺丝基本上都是 M2 的螺丝，只是长短不一样。这把琴在吹奏上，我觉得一直有给我很
稳定安心的感觉，也就是实际上它不太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它的音色也算蛮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在用固定的嘴型、固定的吹法下，基本上它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音色变化，蛮适合喜欢固定音色的人。就是你觉得你的口琴声音你想要它固定在某一个样子，那你选这一把琴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那这是它的优势，那相反也是它的缺点，也就是你在做比较多样的嘴型变化的时候，它的音色是听起来很像的，就比较难做出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稳定，是一个很好的优势。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就这把琴就可能就不是你的首要的选择。继续吹几个片段给大家听。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它的声音的延展性比较好，然后但它簧片反应比较慢，所以在吹像这种相同乐句，在吹到比较低音的部分啊，如果你要吹比较快的，Hohner 簧片的琴会更好吹。像这种音符听起来会比较干净，这两个音它就会有点粘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是簧片基本的属性不一样哦，就是看你是想要哪一种声音特色的。好，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半音的声音。Suzuki 的这个 Sirius 琴款啊，在吹奏流行歌，尤其是如果你拿到歌谱，你把这份歌谱啊，把它移到低八度，因为它是16孔的，所以其实你低八度基本上都还是可以顺利吹奏的。移低八度的时候，你用 Sirius 这个琴款在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低音很 OK， 就是比较饱满。在吹一些流行歌的时候，会相对的比较有线条，比较温柔一点。如果拿这款琴的话，会很常会把这个旋律整个移低八度下去演奏。我在做一些线条的时候，其实蛮好的。
就跟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在吹一些快速音符的时候，我觉得它反应比较没有那么快，就是它的瞬间你吹下去，它可能簧片还没开始震动，你就要吹到下一个音符。那解决的方法可能是你可以把这个间距再调小一点，但是它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间距调小之后，你瞬间要吹一些重音啊，例如你8度喉咙要同时用力的时候，可能这个音就会塞住，所以它就是好坏就个人的抉择。那每把琴跟每个演奏家，他应该都会有习惯性的这个他想要的间距，所以就是你要自己去调整，然后去调到你觉得实际上是好吹的样子。在吹一些和声的时候，还算蛮顺的。不错，在吹低音的时候呢，延展性蛮好的。早上我在吹相同段落，在还没有调整过间距之前，在吹这个快速的舌头断音的时候，会感觉它有塞住的感觉。不过我后来调整过之后，就没什么问题。在吹中音部的快速音阶的时候，反应还可以接受，就没有到很快，但是也没有到会在让你在快速换音的时候会停顿下来。这个状况在低音部会稍微明显一点。好，测试一下压音。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就是在我印象里面，这把琴在做一些音色上的变化的时候，它会比较像一点，比较像，比较稳定啊，比较不会因为你嘴腔改变，所以会有一些声音的改变。Hohner 簧片在处理一些快速音群的颗粒感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哦。交互在比较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这个会比较线条型一点 ，Suzuki 的 Series 系列会比较线条型一点。整体而言，如果你以大概1万
7的台币左右这个价钱去买到这样一把琴，我觉得 CP 值还算可以，没有到很高，但是我觉得它是值得有的一块音色。对，你可以在你的重奏音乐里面，搭配这把琴的这种音色，这样会让你的音乐听起来更丰富一点。因为如果你都拿同样属性的琴，它就会音乐就会听起来很像。对，所以如果你们每一个部别可以有不同的基本的声音色彩的话，那其实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我自己的选择是，我会把它作为一些比较长音衬底或者是和声型的定位的口琴。对，因为它在做这些音色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做，而且它的基本色调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抢眼的，也就是你在吹和声的时候、吹长音的时候，比较不会听起来很明显。对，然后通常这些部别在编写音符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密集，比较不会去吹一些快速而且具有颗粒感的音符。就是它会比较属于背景的这种声响。那我觉得 Sirius 这款琴就很适合拿来做这样的事情。它可以很轻松，然后演奏者在吹的时候，你也不用太去控制你的嘴型，它就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基本的声音基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吹一些比较快速的音符，或者是比较有颗粒感的声音，那我会建议你去选择 Hohner 系列的这个簧片，它的声音颗粒感会更清楚。所以整体而言，如果这个1,700块的台币买到这样一把琴，我觉得是 OK 的。好，那如果有需要的琴友，你们就自己去订购吧。我们下次见，拜拜。